迎来到 ATM 啊！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对，我们未来银行有很多现金，各位可以用智慧来提款啦。没错，今天的主题是健康知识王。看我们节目又有趣又有健康知识。首先介绍是全家丽。大家好，大家好。啊，你好，全家便利商店。哎，全家就是我家。啊，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是他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他是以前跑医疗的。哦，超有名的医疗记者，也写过很多书啊。哦，出过书的。对，对，我还当过那个医学院的老师。可是你今天穿的比较像去唱红包场。没有，是未来感，我是科技感，你看很有有没有科技感？我差点去包红包塞到手上。来，接下来介绍这位是我们的陈威宇，大家好，你看年轻有为啊，是整形诊所的院长。哦，对，难怪这么帅。帅才骗的啊，不是才帅，人家是整形才会看帅的医生啊。但是他有说过，整形跟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哦。为什么？就是整形其实是身心灵健康嘛，你外貌上得到的自信，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治疗你心理的疾病。哇，你是讲给容貌焦虑的人听。对啊，有人会越整，就是越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对，就过犹不及啊。对啊，你不看医生这样来的客人，看到医生不帅，不会让他整。是，我刚才这样说。对，因为我开这诊所，又有医生是这样，因为他是别人不是他长得很老实。对，那客人就不会想找他嘛。对，因为他长得很老实。对，他会找一些像做作啊、威宇啊、像李金良这种啊。对，就看起来风流倜傥那种。风流倜傥。对他觉得会整得很好，其实并不尽然。这样说人家人在这里呢。人在这，对啊，你有做那个开刀整形的吗？我都做手术比较多了，但是刚刚讲，其实每个不同的医生都有不同的受众，美感啊。当他觉得看你顺眼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你好像对美感还不错。其实好像就是个人的造化。是啊，所以他有时候跟病人讲说，如果不相信，你先整一颗嘛。哎呀，整一颗先整买一送一，买一送一。来，接着林佑丽，你好。大家好，好健美，好高哦。你看他是台湾第一个接骨接那么高，你看到没有？就是把那个骨头打断以后接一根骨头。好几百万呢。哦，那你看起来很自然呢。谢谢。他身高180几，182他刚刚。而且他的健康，你的健康秘诀就是多运动，然后要认真用心的保养，还有找2位可靠的医师。是，哎，他是极地超。对他不是开玩笑，不是只有美，他是真的去跑超马。对呀，完全皮肤还那么好，风吹日晒。已经换一层皮了。OK， 因为脱皮是吧？现在还有继续在跑吗？现在没有嘞，我已经挤满了4点之后，我就不玩了。我觉得可以挑战其他的地方。你不玩会脚痒啊，会跑啊？不会耶，我觉得人家说不跑步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不会，我不跑我好舒服。但是突然不跑，会不会增胖？这是一定会的，对吗？对，但是要做其他的运动，对其他运动来。是啊，健康运动还是最重要的。但是看你气色都非常好，非常好。好，接下来坐，欢迎。早好，乡里好。哎呀，他是我个人这个私人的泌尿道医生。私人是只看你是吗？啊，不是啊，他很方便，叫到家里来看的。我这个教我怎么回事这样哈？对，他是很尽责的一个。他也是医美诊所的院长，对。所以他看上看下都有。我们就是台湾少见，就是大头小头可以双头照顾的一个。对，而且有的男生不是到老了，那个射护线有问题，现在有机器专门打那个射护线的。哦，对，机器。现在射护线有很多了，它已经开始有一些类似微整形的概念。对，就是不用开刀，它可能可以用打钉子，或是用水蒸气，或者是放一个导管，像我们心脏血管塞住，我们就放一个导管。它现在射护线那边也可以放一个导管，就把它撑开来，对，类似新导管的一个概念。是，那接下来是游淑涵。嗨，大家好，我是核心的游医师，妇产科主任。对，跟宝仁医师是在一起。同事，对。同事嘛，对不对？啊，那个妇科健康的重要性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现在很多女生经痛可能就会一直忍啊，那还是呼吁大家，如果真的经痛，还是要来看妇产科医师。为什么？我以为经痛不要乱吃药，让它流一流就算，痛一下。但是真的有些人痛到很痛，然后直接去挂急诊，就是真的蛮夸张。其实有时候就发现她的子宫已经达到10公分或12公分。或者他有子宫肌瘤并不知道，对，就是他可能尴尬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去检查，对，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要定期做妇科检查。来，欢迎5位，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 ，Hello， 大家好。接下来介绍家医科名医黄惠伦医师，大家好。进行第1轮存款争夺赛。
Sandra， 请讲解规则。银行金库呢准备了5万元，在这一回合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2000元的奖金，5万元要抢完为止，大家加油！记得哦，请抢答才能按铃哦，早按铃的人那就不能再按了啊。来，这题由朱善主播来举全国差。Sandra， 请出题。你今年健康检查了吗？根据诊所的统计，台湾人2023年10大健康异常的检测项目中，最常出现异常的项目有哪些呢？请抢答。这么突然？然后我那个胆固醇过高，对或错？没有错。来，请加2000。这个胆固醇过高的很多吗？很多哎。可是我看瘦瘦的女生啊，她也是胆固醇高。对，她说那是基因遗传。有基因型的，有吃出来的，但是很多人叫做泡芙族，对看起来瘦瘦瘦的的，可是他其实胆固醇超高的，对啊可能都超过300以上。对呀，很高所以其实那个如果像我自己就是基因型的胆固醇过高，我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药了。不，我没有吃药，但是那时候的胆固醇的标准降到200之后，我就变成红色的字了。对，像有的人能喝酒，有的人不能喝酒，是一样的啊。对。来，魏宇，痔疮，痔疮对或错？没有错，而且他是第1名。他第1名哦。痔疮的人那么多啊？对，我告诉你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久坐吗？不是，现在都在坐在马桶玩手机啊，一直括约在那边。上厕所时间太长了。厕所，我后来才了解，那个泌尿科告诉我们，放流，你不能挤啊，你不能用力挤啊，就让他这样顺顺的就好，顺的就好，顺的。可是有的人在那边蹲，又没有在那边看滑手机，做太久，搞了感20觉根本几分钟，更没了。那你要坐太久就会痔疮。对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产生痔疮了，对不对，主播？坐太久嘛，对，所以说其实还有一些吃的东西有关系啦。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真的是坐太久了；另外就是吃的东西，然后习惯不好。对，什么烟啊、酒啊、熬夜啊、辣的啊，那纤维质吃的太少也是，对，都一直吃水跟肉啊，纤维质不吃青菜啊。来，请加2000。那接下来佑里，胃发炎，胃发炎，没有个人胃好的啦。没有各种胃的问题。好来，对或错？没有错，真的是大家吃东西要注意，或者是紧张的环境都会让胃不太好。请加2000。做。台湾人那个肝病是国病，所以一定有一个是肝脏。那我自己做健康检查，第一次出现红字就是在脂肪肝，所以我想要选脂肪肝。脂肪肝对或错？没有错，脂肪肝也有哦。哎，请加2000。刘书涵，体重过重、肥胖。肥胖，那是我给你的提示吧？不是，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啦。来，对或错？没有错。来，请加2000。好。我觉得现代人压力很大，所以甲状腺问题也很多。甲状腺的问题，来，对或错？没有错。甲状腺亢进啊。对。来，请加2000。会。现在很多人都做那个健康检查嘛，所以有时候做肠胃镜，大肠息肉应该蛮常见的。息肉，大肠息肉对或错？大肠息肉的发生率真的也蛮高的哦。来，请加2000。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大肠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肠道的检查，对，其实应该要。对，好像3年一次最。而且健保给付，它是可以早期发现的癌症，大肠癌。你好，你。我最近有听到一个 podcast， 他说现在很多人失眠，其实它导致失眠的原因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对或错？有，现代人环境太高压了，所以其实蛮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现在大家说啊，你要放轻松啊，听音乐啊。其实能懂放轻松，我就不会来看你。放轻松，我都差点看心理医师的。来，请加2000。王祖贤。10个被讲掉，对，10个到他讲完，你讲完就3万3，剩2个。我想看哦，剩下血压、心脏、血压高，对或错？这个没有在前10名里面。所以现在大家比较有健康意识啊，这个不用去医院，可能你有个血压计也可以量得出来，所以大家比较会事先知道。对，这是健康检查项目。来，舒涵。心血管疾病，
就是类似像动脉粥状硬化那种，跟对或错？血管健康这个的相关。异常率没有这么高，对。这个跟高血压很像啊，对不对？然后听起来比较严重，对，更严重了。哎，我觉得现在人要特别注意，尤其银发族之后，骨质密度异常。哎，骨质密度异常，对或错？没有错。厉害，陈医师。喂，像没了吧？已经讲超过10个了，不是前10。还有一个，还有一个3万2啊！你要把2万提款呢？还有一个。 来，请打叉。不到。佑里，我有想到一个，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才刚做完健康检查，那这一个我一直以为我应该很常晒太阳，应该没问题的吧？结果测出来我的维生素 D 过少。哎，对或错？对，没有错。哇，最后6个也答中了。你还吃，你都跑马拉松还维生素 D？对我吓到了耶！对啊然后医生还开给我那个，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我必须要喷油脂类的维生素 D 来。还是他只是想卖这产品？400块吗？为了400块？哎，对哦，有的根本没事，他就一起。小时候卖再补充一下。先加2000。厉害哎！好，还有补充的吗？其实确实，刚刚这个检查项目异常，它是一个诊所的项目啦。然后呢，其实会发现好像都跟环境或者是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也跟所谓的10大死因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做健检哦。举例来说，刚刚说这个大肠息肉的部分。影响到就是肠癌嘛，那肠癌其实这个发生率、死亡率大概都排台湾前2、3名的，甚至还有像是这个甲状腺癌啊，或者像是胃癌啊，也都是在前10名里头。那么在这一块里头，其实刚才提到，大家有说，哎，我都有在运动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些状况？因为现在人可能爱美，不喜欢户外，不想晒太阳，对，所以其实你都是在室内运动的话，你没有照到太阳，也会有一些刚刚讲维生素 D 啊，或者一些骨密度等等的问题哦。而另外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讲说，哎，我最近可能减淀粉啊，这种便当我不要吃白饭啊，都不健康的。对，但是你可能在省药这个时候，大家好像对于什么面包类的东西啦，或者是一些高油脂类的东西，那个容忍值比较高一点。对啊，反而其实饭还是优质蛋白、优质的淀粉哎。所以说在吃的这一块，然后当然还有烟酒啊，这些都要注意啊。当然，如果有去做健检的话，看到有一些不对的数字哦，这个要持续追踪哦，不要做了一次觉得说，哎，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好像都还好，然后就让它过去了，小心会小病变大病。对。哎，第二个3万块还没讲完哦。对哦。这黄辉文医师举签或叉了，先就来请出题。夏天就要到了，高温湿热的天气让水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请问消水肿的方法有哪些呢？请讲的。做先。那个把垫一个枕头抬高脚这个。你说脚抬高，对。回家之后把脚抬高就对了。对，把脚抬高。以前谁常做，你知道吗？长腿美女马士利。你怎么保养腿？他说我回家都会把脚先翘起，这样。对，抬高一下。对，他讲真的很漂亮。对。哎，对我说正确。来加2000。好，游舒涵。弹性袜。弹性袜。哇，穿弹性袜。我没有卖弹性袜。对，那不是防静脉曲张吗？哎，它可以消水肿，很多孕妇会需要增加她的血液循环。对，孕妇也需要。哎，对我说对，很正确。来，请加2000。陈嘉丽。饮食里头多吃一点红豆啊、玉米须啊这些薏仁啊，对这些比较利湿的东西。食物的方式让它排水。对，哎，对我说正确。好的。大概豆类的，像红豆水、绿豆水、薏仁啊，都可以利水的效果。但它原则下是不要加糖。对，当然。没有，我们喜欢加糖，红豆当绿豆。红豆汤吃消水肿就里面一堆糖。对，那很难了。而且有些人，有些爱美的女生，她熬煮了红豆、绿豆、薏仁之后，尤其是红豆跟绿豆，她们又怕胖，所以呢，她们可能豆类都不吃，就喝水而已。也可以啦。对，也可以。低钠的饮食啊，低钠的饮食应该可以。对我说，预防水肿。请加2000。可是低钠盐好像那个心脏不好也不能吃其实还是应该以减少钠的摄取是最基本的原则。对，减少钠的摄取。你留钠在身体当中，水分就会。因为阿嬷他们可能心脏看不烂嘛，因为常常积水。对。所以你会想到不要吃那么咸，用低钠盐，
反而低钠盐是更严重的。对，有时候反而会变老人家，你变成他的那个水分调整啊，荷尔蒙，他反而变低血钠，低血钠又另外一个危险。所以要刚好，也不可以说有的老人家都不敢吃，都很清淡，到最后反而低血钠。对，对这样对心脏也是不好的。是啊，而且老人家味觉根本尝不到，所以又会吃很咸。所以阿嬷煮菜会越煮越咸。越煮越咸。你感觉没什么味道加，没味道其实它再加是味觉已经迟钝了。对，好，来，接下来佑丽。我觉得这一题让我来回答非常的正确，就是运动很重要的运动。运动对或错？对，这当然是正确的。来，请加2000。做做。按摩就是回家帮忙按摩嘛。哦，对，按摩对或错？正可以确。的。请加2000。是佩珍帮你按还是你？当然是我帮他按啊。你好辛苦，站了一天开刀了还按。对啊。好贴心哦。对，这形象还不许给他。真好。对，来，有事。适当的水分补充。是不要因为怕水肿。对，要多喝水才能排水。对，不要错了观念。来，对或错？这就像医生讲出来，当然是很正确了。对，有的人就是因为泌尿的很怕上厕所，就不喝水，因为一直上厕所很麻烦嘛，女生，所以她就不喝水，不喝水就更惨。那你水肿就要喝水才会排掉水肿，排掉。对，不要因为水肿就不喝水了。来，请加2000。我第一次有一个女艺人告诉我说，她早上起来消水肿的方法就是喝一杯黑咖啡。哎呦，对或错？哦，绝对听过。排尿很快哎。听说对，那很快起来就因为怕起来录影的时候脸是肿肿的，所以他们就赶快喝一杯黑咖啡，然后把水分稍微排掉一点。对。魏宇，可以多喝一些高蛋白相关的一些饮食。高蛋白什么？高蛋白的饮食。高蛋白饮食，做高蛋白的饮食对或错？因为适度的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啦，因为蛋白质才可以把你的水分留在血管里面。这也是医生专业的回答，就是你要蛋白质要够，才可以把水分抓住。补充蛋白质。那个是要像健身喝的蛋，不用到那个乳清那种吗？不用吧？一般的高蛋白摄取就够，有什么蛋啊？水分其实留在血管内。OK， 好厉害，加2000。佑丽。桑拿应该可以吧？桑拿，对啊，三温暖，在烤箱里面出汗，逼自己出汗。哦，来对或错？其实这个，所以可能太全身，我们可能可以提到说，比如说热敷、冷敷。因为热敷帮助循环局部啦，那所以你说如果整体的发汗用三温暖，其实不是那么广泛建议说你水肿的人再去做三温暖。对，应该说局部的热敷，或者是如果说它局部是譬如说需要血液循环的，我们多点热敷回流好；或如果它局部都在发肿发热，你多点凉敷冷敷，又让它可以改善发炎发肿，或也会好。这样应该是局部理解。还有12000，大家加油做。有个医生刚刚都没讲到，吃利尿剂。吃利尿剂。利尿剂对不错？这当然这有点极端啦，我谁还比起来还比会比较好吗？不是啊，利尿就是要让你排嘛。对。因为有些病人真的水肿很严重，你的确就是要让他开利尿剂给他吃，要不然真的排不出去。对。可是平常人不要随便觉得今天有点肿就吃一颗吧。对呀。不是，来，请加2000。刘书涵，瑜伽或是拉筋伸展。拉筋伸展不是运动哦。对，来，对我说要请行长来决定，因为它跟运动是有点重复啦。应该是给他对的。好，来，请加2000。哇，请加你。刚刚那个博士给了我一个提议，我觉得你水肿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泡脚。足浴这样。足浴。来，对或错？这个是很适合的一个方式，改善循环。对，因为脚循环到底要上来嘛。好，来加2000。魏宇，还剩6000了。坐姿的改变，因为可能长久坐姿的改变可以帮助水肿的一些，因为脚的肌肉运动。你的答案就是不能常坐嘛，不能常坐，长久坐的，不是打麻将都不起来，也是一种，对不对？一麻将7、8个小时，对不对？起来走走啊，久坐，当然正确了。对，请加2000。尤其坐飞机也是一样，要起来走走嘛。为什么做歌都会有个很尴尬的自己笑出来？很害怕，没面子。真的吗？不会。因为我想到一个，就是
他刚刚微宇有讲到那个低钠的饮食，对，那一般我们记得我们学习的时候学到钠跟钾是对抗，所以应该就有一个高钾的饮食，低钠就是等于是高钾，不能吃高钾的饮食，不是要吃高钾，要吃高钾的，吃高钾有办法来，对，来正确，请加2000。那高钾的饮食有哪些呢？香蕉，对，香蕉，黄色系的水果或深绿色的蔬菜，这样黄色系，黄色的水果都有很多钾，香蕉啦、柑橘类啦，还有很多瓜类也都可以。瓜也可以。可是那对老人家心脏不好也不能钾，也不可以太多，你如果肾脏排不出钾，你又钾太多，很麻烦。哇，所以真的有一好没两好的感觉。不然你balance 照顾老人家是要用心，你过多不好，那常常会发生问题。对，尤其他水肿很严重。来，出来。还有答案吗？有的。一定有的，倒立可以吗？倒立是唱歌还是？脸会不会肿？对，消肿了，但脸很肿。可是再倒回来。倒立对或错？除非医师示范，不然我不会给他。OK， 还有一个答案，嘉玲。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冰敷啊，热敷啊，热敷啦，医生有说过。刚刚医生不是有提到局部的？你要回答的是，我们刚热敷算有提过。你刚热敷没有提过啊？医生讲的。那他讲的啊，不关他事。不关我的事，我捡漏啊。他捡漏，对或错？对，热敷是冰敷热敷，来加2000。好的。好，5万抢完了。那我们宣布奖金一下。好，目前佳丽姐14000，陈医师1万，佑丽8000，多多哥1万，刘医师8000。专家还有补充吗？对，我想我的身体性的水肿我们都经历过了，大概有30%的人都经历过水肿，就像有时候女生生理期来啦，或者你可能前天熬夜吃麻辣锅、吃火锅或喝点酒，可能就水肿。那种你只要按摩一下腿抬高，或者是你刚吃过讲说吃一些瓜类啦，吃一些豆类的水啦，可以把水沥掉，或者无糖绿茶、无糖咖啡可以把水沥掉，这是生理性的水肿。大家要小心叫病理性的水肿，可能说你会喘啦，那可能心脏衰竭的肿了。你最近尿变少啦，有泡泡，容易疲劳，那可能肾脏出问题了。你最近觉得莫名其妙的恶心感，甚至有点腹水，那小心肝脏。所以心肝肾或淋巴的话，那种叫病理性的水肿，这个时候就要使用健保卡了，要去找医生去询问说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对症治疗，是这样。好，谢谢专家。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请讲规则，向你。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答错的话这轮淘汰。那每一轮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位会把账户里所有的钱都灌到自己的账户，赢者全拿。3轮结束之后，奖金最高就进入最后的决战了啊！总共3轮的第1轮，请出题。预防私密处感染要吃蔓越莓，请问蔓越莓可以有效预防哪个部位的感染 ？A. 阴道 B. 泌尿道，请作答 ，A 或 B。东东选择的是泌尿道的感染，做。我是泌尿科医生啊，我当然就是挺泌尿道，对吧？所以由你来讲解就可以了。尤书涵呢？阴道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吃益生菌，益生菌比较可以降低阴道的感染。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泌尿道。那为什么泌尿道感染这么容易啊？现在女生很容易啊，因为久坐啊，少喝水，水又喝的不敢喝水。像我们以前都会鼓励大家，桌上放一个小杯子，做什么呢？就是你一次喝完水起来走动，多走动，要不然上班族你知道坐在那边，然后或不喝水。就很容易泌尿道，而且你知道台湾啊是一个温暖潮湿、适合菌类丛生的地方，尤其又穿牛仔裤，对，现在还有穿很紧的，还有那种有没有调整型内衣内裤，那种就很闷。私密处呢有分为泌尿道跟阴道，那蔓越莓基本上是有助于预防泌尿道的感染。那泌尿道感染通常是大肠杆菌嘛，那蔓越莓含有特殊的 A 型前花青素的 PACS，可以降低尿液的 pH 值，那预防它的大肠杆菌的鞭毛附着在泌尿道黏膜，就可以改善它的感染啦。至于呢，细菌性的阴道感染，那比较常见的就是白色念珠菌，那它就是因为它的肠道的菌相失衡，那必须要改善你的
饮食习惯跟生活作息，那你要补充的其实是益生菌、乳酸杆菌之类的。刚刚讲要补充益生菌嘛，请加5000，这样就快哦哈。下面一题，请出题。别人向你瘙痒会笑，但自己瘙痒却没感觉，这是受到下列何者的影响 ？A. 小脑 B. 眼脑。请作答。这也太难了吧！太难了，我不知道哎。好，只有做选择 B。选眼脑。有什么特别吗？哦，我记得小脑是跟动作有关嘛，所以我想说我是用删掉的，我是这样想。跟动作有关。瘙痒就是动作。佳丽呢？我觉得因为自己搔自己的痒是小脑告诉自己不是外来的，你自己先知道了，有预防动作。自己知道，就是它会有预防或者什么的感觉。我其实是用猜的啦。可是小脑是管平衡的吗？还是眼脑？小脑吧。眼脑是干嘛的？眼脑是生命中枢嘛？对，呼吸。对对对。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小脑。我们被瘙痒的时候会哈哈大笑，可是自己搔自己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其实因为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知觉，那我们小脑呢在监控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威胁的活动的话，我就会忽视。就是为什么小脑知道是自己在跟自己开玩笑的时候，我不用防备也不用害怕。那如果是外来刺激，像搔你痒是外来刺激哦，那你自己觉得你的反应就是你身体会开始痒，根本你还没碰到就已经要痛了，对啊，那种感觉就好像看着别人摔跤你也痛了。对，有时候会这样子。那电影从2楼摔，我们自己也痛。来，坐，请到那边坐一下，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慈禧太后非常爱漂亮，请问当时她是使用什么特殊的饮品来保养 ？A. 烧酒 B. 醋。请作答。通通选醋才健康嘛。对，健康醋，那有健康酒嘛？对不对？对，选醋呢，因为我相信现在有什么很多的这个酸那个酸都是用来让皮肤变得更好，所以醋是酸性的，对吧？想说那时候说不定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呢。可是你有没有忘记？以前有个阿嬷不是洗米洗到手啊，她利用那个东西来卖保养品。对米嘛，因为手指浸在里面发酵。但烧酒它的宣传就是靠这个嘛。对。可是烧酒不太像，它如果写的是什么，虎鞭龙鞭酒啊，我就会选它。对啊，烧酒是日本的吗？对，韩国的。对，我只想到那个广告，就是后来因为这样出了化妆品，不是吗？那个阿嬷她手上手像10几岁一样。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烧酒。可是慈禧太后呢，她不是喝醋哦，其实它有个特别做法，它做成类似像现在的霜，其中有个沤子霜，它的功效就是现在的霜一样。它怎么做呢？8味的中药，然后研磨成粗渣，再跟3斤的烧酒一起煮透之后，把渣去掉之后呢，再加上一些白糖啊、蜂蜜啊、冰片粉啊、朱砂面。然后搅匀之后，装进小瓶子里面，就当做霜来涂抹，滋润肌肤。就搞刚了呢，真的。他还喝人奶嘞。对，喝人奶。喝人奶大家都知道，但是烧酒感觉拿来做成面霜。对，哎，回来了。啊，你们9000块轮就载到下一轮了。哦，继续累，就累积嘛，都没人答对了嘛。进行第2轮第1题，请出题。瓜哥喜欢早上一杯优格，请问每天吃优格的人能有效的远离什么疾病 ？A. 心脏病 B. 大肠癌。请作答。那对通便有用嘛？对。那以前我的营养师不会让我吃任何健康食品。为什么？他说你就我 B 群不够，那我吃 B 群，他说不行。你就回去吃那个什么水果，他开给你全部都是用食物。他说那个你喝那个优酪会让你肠道培养益生菌嘛？对，那一定跟肠道有关，不会跟你心脏有关嘛？对不对？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大肠癌。
来，其实呢，用优格来降低离癌的风险哦。其实毒理学家呢，其实就已经研究过很多这些了。如果每天1杯优格的话，就可以降低26%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而且优格比起牛奶呢，更容易消化跟吸收，而且啊，也有助于改善肠道的环境跟调节免疫力。再来呢，乳糖不耐症的患者也可以吃优格，不过呢，大家要注意哦，因为优格市面上常加很多糖，你要小心，不适合糖尿患者哦。我们大家说是自己做啊，然后我这样吃4年，每一天早上起来眼睛一睁开，一定是优格，我也是，对，然后加水果，有时候加苹果，有时候加那个蓝莓啊，有时候加一点香蕉，看事实情形嘛。吃一大碗之后，我觉得一天那个顺畅多了，非常顺畅，对，就不用担心你会不会便秘啊。来加5000，14000哦，14000了哎。下面一题请出题。外食族剩菜吃不完会打包回家，但专家建议哪种食物要避免打包回家 ？A. 凉拌豆芽菜 B. 玉米浓汤。请作答。哇，一次选 A，你们是讲好。对啊，感觉他们刚才自己传播一下。对啊，超谁的？超谁的？佑丽来讲。因为毕竟凉拌豆芽菜它是凉菜，而且我觉得豆类它本来就是很容易坏掉，有很多容易生长细菌的因素，所以玉米浓汤已经煮熟过，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的意思就是它是冰箱拿出来是可以健康，但这吃完吃久在这边常温了，常温你还要打包回家，走那一段路，可能就已经有细菌产生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凉拌豆芽菜。其实呢，毒物科的医师建议啊，冷盘菜最好不要带回家，因为想想嘛，它已经煮好，然后放凉再冰过，然后它离起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对，那起锅时间越久，细菌滋生的几率当然就比较高啦，所以不要打包回家。另外还有个建议，也不要打包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成长过程中呢，吸收环境中的碳肥，如果你蒸便当再加热，会转化成很多容易致癌的亚硝酸盐。所以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呢，是白色蔬菜跟根茎类的食物就好了。就我上次还讲说，你吃火锅绿色蔬菜一定要最后放，还有人不同意，因为你一放下去就是它一再煮就是亚硝酸的嘛。对对，所以青菜你就要最后吃完，真的这个吃完就吃饱了，对，你就放下去吃了。来加5000，哇，好快哦，这一19000。谁是那位幸运儿还不知道？来，再请出题。现代人很爱跑健身房，请问第一个发明健身器材的人是做什么职业的 ？A. 运动员 B. 医生。请作答。有一个不一样哦，佳丽有可能全部奖金给你哦，你是对抗吗？我在想这个题目，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你有需求之后才会想要去发明。那医生通常都不爱运动啊，我有冒犯到别人吗？哈，医生很多人不爱运动，所以他们不会因为想要跑步，然后改善自己的环境。然后来发明一些仪器，而运动员会因为自己他的逻辑是运动员必须要强化他的，对，比如说他知道他要练，我今天要做举重，但是我就举个瓶子不够，我就发明个哑铃啊，类似这样。因为运动员他是为他的生涯去做这些事，对，而医生没有必要做这些。不见得，因为那个病人，他的意思说，病人如果不运动，会更多病人，不是吗？这医生怎么会去发明这个？各位医生，有什么要解说的吗？舒安？我觉得因为医学系其实很多高智商的奇怪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其实没事会去研发一些别的领域的东西，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选 B。现在医生很爱运动，对啦，对，开刀站很久，对，而且他很出力啊，很专注，对不对？又很爱喝，他必须要运动到把那个量要留到晚上要喝，压力大嘛。来，你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医师。其实呢，发明的现代健身器材是一个瑞典的医师哦，他就是有学习到运动跟全身健康的关系，所以他研发了可以模仿人类运动这些系统跟方法。那这些健身器材呢，已经沿用150年喽。那这些复杂设备啊，也可以改善先天的身体缺陷啊，或是重劳力导致的残疾。来，佳丽请到那边坐，加4000 2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
俗语“水仙不开花”，意思就是装蒜。请问，在装蒜的典故里，人们利用尚未开花的水仙做什么事 ？A. 挽回妻子 B. 讨好皇帝。请作答。哦，又有一个人不一样，微雨就觉得挽回妻子这个装蒜好像关系有点远，感觉这个应该水仙花应该在皇帝面前献，那讨好皇帝，感觉上是。说说。我有看过这个典故，应该是我记得是夫妻之间，就是但我忘了那个历史人物是谁，但是他跟他老婆也很聪明嘛，所以他们两个就一直用这种暗喻的东西来回，好像我记得是这个故事。他们的情话啦。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讨好皇帝。哇，冒险！其实呢，装蒜的由来是乾隆皇帝。被你说服了。乾隆皇帝有一年春天，他到南方出巡，然后看到田地里面青蒜长得绿油油的，他就说哇，这个长得真好。那隔年他冬天又要再去巡查，可惜根本就不是青蒜的季节嘛。但却有一个官呢，他为了讨好皇帝，然后他就叫人把许多水仙种在一起，远远的看就很像青蒜。那乾隆来啦，他看了之后觉得还是一样美，赞美了一番，还把这个官升官了。那从此呢，人们就把作假当作装蒜，水仙装蒜，水仙跟蒜很像，对，看啊，来加1000。最终这一轮是他获胜24000，请到微雨的账户，哇，太厉害了，34000啊！来，请回来，我们还有一轮，第3轮的第1题，请出题。牙医建议，一般人每半年至1年洗牙一次。请问，洗牙后牙齿会有哪些状况 ？A. 牙缝变大 B. 牙齿变敏感。请作答。只有微雨选择牙缝变大，来，请说。因为我觉得牙医应该是要鼓励大家去洗牙的，如果洗完牙之后牙齿变敏感了，就反效果。那牙缝变大，但是当下你清洁完之后，实际上的状况牙缝是变大，你会感觉很空，因为牙结石都洗掉了。你会觉得哎呦那么空，你久而久之又慢慢又有牙结石。maybe是这样。对，所以你光洗完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空荡荡。但是会到这样变大吗？可是变大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每次洗完牙之后，感觉要漱口的那一刹那，都会觉得酸的。那这时候拿来吃冰看多好。对啊。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每次洗牙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我觉得如果要牙缝变大的话，那牙结石必须得先大到会把你的牙齿给撑开。是，但通常比较不会。那因为平常就会有很多的口腔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包裹住我们的牙齿，然后当它洗掉的时候，突然变成一个很赤裸的牙齿，当然会比较敏感一些。是，正确答案是 B. 牙齿变敏感。其实呢，我们洗完牙之后呢，牙齿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炎了嘛，那牙龈就会回到正常的情况，变得比较没有那么肿，所以牙齿呢，牙根暴露的地方就变多了。那接触到酸的地方，那当然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感，那就是你的牙齿变敏感了。请到旁边休息一下。静待佳音啊，来，请加4000，加油哦！来，下面一题，请出题。雷公是专门打坏人的神明，请问台湾民间传说当中，雷公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所以不会伤害做什么坏事的人 ？A. 偷东西 B. 偷情。请作答。不会伤害什么样？对，不会去捶他。这个题目，请作答。那如果是这样选 A 的人，就说偷东西不会遭到天打雷劈哦。或者选 B 的人，偷情人不会遭天打雷劈哦。我觉得以前大家道德感都很重，所以那时候还没想到这一块。大家可能3从4德啊，这个耶。然后可是偷东西天打雷劈，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啊。然后偷情天打雷劈没听过，对不对？对。还素涵。感觉上，因为他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搞不好偷东西是帮他偷的啊，所以他不会去惩罚偷东西的人。还是他去偷情？雷公怎么做到的？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偷东西。这个典故呢，非常的有趣哦。雷公呢，他有一次啊，无意间闯入鸡笼里面，而鸡笼里面晒着一条坐月子的女人的内裤。那传统在中国里面呢，坐月子的女人内裤其实是污秽的，那间接呢，就让她失去了法力。刚好呢，这时候有个小偷，他要到这个产妇家偷东西，发现没什么好偷的，来偷他们家鸡好了，就把鸡笼打开，无意间就释放了被关注的雷公。所以雷公为了报恩，从来不会打雷到小偷的身上。这一定是小偷编的，也太奇怪了吧？这个那他有他的典故啊，有什么办法？而且还坐月子的内裤，这也讲太细了吧？对啊，来加1000，这是第3轮了哈，5000块，请到舒涵的账上。那个院长，请回来。我们请乡里来好好宣布一下这3轮下来的结果。是的，嘉怡姐14000，陈医师34000，佑利8000，多多哥1万，尤医师13000。最后恭喜院长成为我们获胜者，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哎，恭喜院长！来，这个提款卡请拿着哦啊！谢谢高哥。总共是34000块，请插卡。金库请开门，里面有34000的奖金，但是先通过我们的密码来，请。有2个密码哦，分别是总笔画49画的明年想买太空梭，或是总笔画29画的硬要整成蔡依林。想买太空梭，痴人妄想，异想天开。对啊，对。我应该是选择那个29画，硬要整成蔡依林。第一个笔画少，对不对？想要整成蔡，硬要整成强人所难啊！异想天开，强人所难，对，又来了。但是对他可能很容易啊。对，易如反掌会不会？对，因为平常的工作可能就接触到类似的要求。所以你那4个字会用什么？我可能会用简单的易如反掌，不会讲异想天开了。哦，异想天开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对，是。来，请锁定硬要整成蔡依林。好，那明年想买太空梭到底是哪4个字成语？49号没选，来请公布。好高骛远，还好没选这个的就不用看了。49号，那我们来准备出题，来笔拿起来，待会先消除写字，再打密码，好不好？记得这个程序啊。60秒尽量抢，因为剩下秒数还可以改。OK， 请出题。吹毛求疵，简单啊！计时开始60秒，清楚写字。笔画。毛。清楚。先清楚再写字。3、4、5、6、7。哇，这个字怎么会这么简单让他写？清楚。1、2、3、4。笔画。好，确定。停。用几秒？40秒。也就是如果是错的话，你还有20秒可以改，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个字错。来，密码07、04、07、10。对或错？计时20秒，计时开始，请改。你说改哪呀？好，哇，那边20秒是会过哦。9、8、7、6、5、4，好，剩下4秒了啊。密码07、04、07、11。对或错？恭喜！哇，今天这不得了，破财日破财！哇，大家都太厉害了！哇，这个是34000哎，你看到没有？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们行库要破产。谢谢光哥，还可以，还有今天卖了一些股票。吹毛求疵，来我们看正确答案。他写成笔哦啊，它是一个此地无银的此。
他分1、2、3、4、5、6、7、8、9、10、11之类的，就分开这样。哦，是哦，误打误撞，恭喜你，谢谢谢谢广哥，谢谢。哇，真的是吹毛求疵啊！对，那个好高骛远就是眼高手低啊。对，但像他运气很好啊，你看我们这几集水逆啊，对节目水逆有狂送。对，但是我们很开心啊，大家有本事来拿奖金。我们开口就讲了，我们智慧未来银行这个现金很多嘛，大家用智慧来提款，也实现了，恭喜你3万4啊！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关哥，我可以跟你拍照吗？谢谢你，光哥，我想说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